马哈文，大家好 ，Welcome to 巴格达，欢迎来到巴格达。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啊，是巴格达的阿布努瓦斯大道，这大概是巴格达市区绿色植被最为茂盛的一条道路了。因为旁边就是底格里斯河，所以自然环境相对来讲要比城市的其他道路好很多。巴格达是伊拉克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伊拉克的中部，人口接近600万人，是阿拉伯世界仅次于开罗的人口第2多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最为重要的城市，但是由于2003年被美英两国入侵，当时这座城市有大量的建筑被炸毁了。即使到了20年后的今天，这座城市的建设也并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所以巴格达呀，大概是我所有到过的首都当中，城市建设最差的一个。现在市区大部分的建筑都还是战争前建设的，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有的是战后修复的。而真正的新建筑基本上都是近些年才开始的。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首都，管理相对较严格，开放没有那么快；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整个伊拉克的局势很不稳定，直到近些年政府军才基本掌控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基本上是处于开放中的阶段，在城市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在施工中，而且巴格达的城市环境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相反，很多地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巴格达旅游有哪些值得逛的地方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巴格达最值得逛的几个地方，以及在巴格达自由行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解放广场也被称为自由广场，因为这块自由纪念碑而得名，这是伊拉克宣布独立的象征。傍晚的时候，广场上的人非常多，因为整个广场环境非常好，是当地人休闲的主要场所之一。晚上还可以看喷泉，可以看到很多卖水的小孩。周末的时候，广场上还会有各种展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各种示威游行。我在到达巴格达的第3天，在乘坐出租车经过解放广场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场示威游行。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看到广场周围有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抗议的人群就在广场里面举行示威活动，有点类似于韩国首尔的光化门广场，是当地人向政府表达诉求的地方。所以来巴格达旅游的话，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这里就是拉希德街了。这条街起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是巴格达市区历史最为悠久的街道之一。在1917年，成为伊拉克第1条使用电气照明的街道。街道两边的7楼建筑非常有特色，各种各样的店铺，有卖衣服的，有卖小商品的，还有一些餐厅和小吃摊。走在这里有点像在海南逛骑楼老街的感觉。这里的建筑也都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当时这里并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轰炸，整片建筑群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可以看出这些建筑在当时是非常现代化的。比如你看前面的这栋建筑，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绝对是非常气派的建筑。街道的中央是一个广场，处于2条道路的交叉口，这边的交通比较繁忙，车辆非常多，卖小吃和水果的小摊位也比较多，还有很多出租车停在路边等客呢。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穆泰纳比街，这也是巴格达最古老的街道之一，是以10世纪伊拉克的诗人穆泰纳比命名的。自古就是巴格达文学和知识界的中心，街上分布有各种书店、书摊和文具店。但是因为在2007年发生过汽车爆炸案，造成了26人丧生，所以即使在2008年重新开放之后，现在这里的客流量也不是很多，感觉没有拉希德街有人气。不过这里有很多不错的小吃摊，你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来看看。我现在是在巴格达的辛纳格大桥上，这下面就是底格里斯河了，是著名的2河流域中的一条，另外一条是幼发拉底河。这2条河的发源地都在土耳其。现在你们看到这下面的水位比较低主要是因为土耳其在上游修建了水坝造成的，所以现在伊拉克境内很多地方都比较缺水。你看这河边有一大片空地都没有建筑，因为这以前都是河床的一部分，现在变成河岸了，所以显得比较荒凉。不过即使是现在看来，这条河还是很宽的，非常壮观。
你们来巴格达旅游的话，可以到大桥上走一走。然后底格里斯河的旁边还有一个公园，但是目前在建设中，外面围起来了。透过围栏可以看出，这里面修建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在大城市的河边或者湖泊旁都会有这样的公园，所以如果这个公园修建完了，应该会非常漂亮。你们也可以过来看看。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是来巴格达旅游必看的一个景点，收藏品主要是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文物，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物收藏。为什么说是曾经呢？因为在2003年美英两国入侵伊拉克期间，有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在战争中遭到了抢掠，直到2009年重新开馆的那一天，仍然有超过一半的文物下落不明。具体现在是在哪个国家，估计要等100年之后，过了追溯期才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物只剩下以前的一半不到了。但是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值得来参观，尤其是对苏美尔文明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比较特殊，是周日至周四上午9点到下午1点，每天开放时间只有4个小时，而且即使是中午12点钟到达，你也无法进入，只能等第2天再去。所以如果你们要去的话，一定要早点到。另外这个地方的门票价格是25000蒂纳尔，人民币是125元，当地人好像只要3000蒂纳尔，人民币是15元。看来伊拉克政府对自己的国民还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是阿里扎瓦拉公园了，这是巴格达市区最大的一个公园，面积是3平方公里，是一个大型的家庭公园，包含有大型的花园、儿童乐园以及动物园。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动物园，看谷歌地图上面有当地人评论这个动物园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遭到过严重的破坏，在当时造成了大量的动物死亡。后来战后这里又被改建成了一个军营，直到近些年才改成公园，对公众开放。这个公园的环境非常好，中间有一个湖泊，周边的树木非常茂盛，应该是整个巴格达绿色植被覆盖最为集中的地方。当天这个公园内正好有一个活动，是一个新闻日的纪念活动，因为每年的6月15日都是伊拉克的新闻日，这是伊拉克的第一份报纸阿里扎瓦拉发行的周年纪念日。这份报纸是在1869年发行的，到现在已经154周年了。活动期间有很多有趣的节目，还提供免费的食物和水。当天我的晚饭就在这里吃的。rice. Okay. زين. Oh. dinner. Dinner. Okay. Dinner. هذا راي. يعرفون بفنانين ميسان هم مشهورين بمقاطعهم على الفيسبوك卡米耶清真寺位于巴格达的卡米耶区，全称叫做伊玛目穆萨卡齐姆与穆罕默德贾瓦德圣陵，是一座由清真寺和陵墓组成的宏伟建筑，有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安葬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寺之一。但是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更确切的讲是不能把手机带进去，因为这里在2004年纪念阿苏拉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爆炸，有75人在爆炸中丧生，上百人受伤，所以现在这里的安检非常严格，而且整个进入卡基米耶区的时候也明显要严格很多，比进入巴格达的其他地方需要过更多的关卡。但这个清真寺还是很值得来看一下的，即使你不是穆斯林也没关系，因为建筑内部真的非常漂亮，绝对值得来打卡。
巴格达的国际机场到市中心有22公里的距离，可以乘坐小巴车或者出租车。坐小巴车并不会到市区，而是坐到阿巴斯伊本费尔纳斯广场。这个广场离机场非常近，所以要到市区的话，最后还得换乘出租车。这样虽然比较麻烦啊，但是这样价格会省很多。小巴车的价格是8000迪纳尔，人民币大概是40块钱，然后换成出租车到市区的话，大概2万迪纳尔就可以了，人民币是100块钱。而如果你是直接从机场坐出租车到市中心的话，价格大概是5万迪纳尔，人民币是250元，贵了100多呢。所以如果你是白天到达巴格达的话，你可以选择小巴车加出租车。如果你是晚上到达巴格达机场的话，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选择直接坐出租车会比较好。然后是巴格达的公共交通，在巴格达市区啊是有公交车的，但是如果没有当地人帮助的话，真的不知道怎么坐车，而且路边是没有明显的车站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在哪个地方上下车。所以啊，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最可靠的方式还是出租车。价格的话，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打车软件，然后招手拦车进行讲价，或者你也可以搭乘突突车。据说伊拉克的突突车啊是从泰国引进的，费用啊肯定比出租车便宜，但是呢这个也得讲价。个人感觉啊，突突车还是很不错的，值得体验一下。然后就是共享出租车，这个啊是去其他城市的交通工具。巴格达啊一共有3个共享车库，阿拉伯语称为 garage。你要去哪个车库啊，取决于你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是呢阿拉维北车库，这里的共享出租车或者小巴车啊都是去萨曼拉、还有提格里特和摩苏尔的。然后是阿拉维南车库，这里的共享出租车和小巴车呢是前往卡尔巴拉、希拉、纳杰夫以及纳西里耶的。最后一个呢就是阿尔纳达车库，这里的出租车或者小巴车呢是前往基尔库克、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以及巴斯拉的。不过呢，如果你要去巴斯拉的话，我建议你啊还是坐火车比较好，因为火车呢更加舒适也更加安全。然后就是巴格达的经济酒店了，每晚的费用大概是3万到4万迪纳尔，人民币是在150到200元区间，人多的话会更便宜一点。不过这个价格呀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因为这种酒店的设施都不会太好，和我们国内50-60块钱的那种宾馆差不多。而且很多酒店实际上都是比较脏的，甚至有些酒店呢长期都不会更换床单。所以你们在入住之前呢，最好先看一下房间，满意了再和老板讲价格。巴格达的酒店呢，基本都分布在沙董这个街区，谷歌地图上搜索沙董就可以了，就在底格里斯河的旁边。你们可以打车到这个地方，然后你们一家一家找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关于景点的问题，这里我真的要吐槽一下，这个景点真的太麻烦了。你们去景点之前呢，一定要询问一下当地人，最好是让他们打电话帮你确认一下，因为很多景点的时间真的非常诡异。比如这个沙希德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2伊战争阵亡的士兵而修建的。网上的资料啊显示这里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而且是包括周末在内。但是我去了2次都没有开门，而且不是在周末啊，是在平日都没有开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这个地方啊我就放弃了。反正你们在去任何景点的时候，最好是让酒店工作人员帮你确认一下。最后就是说一下巴格达的安全问题了，个人感觉这里还是相当安全的。以前这里还有绿区啊、非绿区之分，现在这个界限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因为来巴格达自由行的游客每年都有很多，晚上出门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路上有很多负责安全的军人，而且女性呢也没有强制性必须要戴头巾，这一点比伊朗更加开放。其他的呢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来旅游的话现在就可以，因为最热的7月份已经过去了。而且啊，在巴格达旅游的话，安排3天时间是相当不错的，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安排5天。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